今年评分最高的恐怖片是什么？怪奇宅。不信我们打个赌，我就不信下半年有能超过它的。没人的电梯，堵住的水槽，深夜熊孩子的噪音，这些你都经历过吧？但在怪奇宅里，它们通通意味着有鬼。恐怖漫画家灵感枯竭，听说这栋公寓闹鬼，就来采访管理员。管理员眼皮都没抬一下，什么闹鬼？扯淡，都是心理作用。原来公寓曾经是一所孤儿院，几年前一场大火事故，孤儿们全都遇难。改造成公寓后，就老有人说半夜会听到孩子哭泣。第一个听到的是刚搬来的作家，一进门就听到楼下小孩子吵闹，中介赶紧转移他注意力，说这儿空气好呀。哎，不对，窗户怎么打不开？中介尴尬地说，你看房屋质量多好。作家只想赶紧开始写小说，懒得废话就租了下来。结果到了晚上，楼下的熊孩子仿佛在用杆子捅天花板似的。作家合上电脑刚要发作，老婆打来电话质问他为啥离家出走。作家不耐烦，我出来躲清静不行吗？我不挣钱，你吃什么喝什么呀？老婆被噎得没话说。可短暂的沉默后，电话里传来一声：我靠，这什么鬼动静？作家这才发现电脑什么时候打开了。他以为是压力太大的幻觉，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去买头疼药，差点被个买除霉剂的小伙插队。作家骂了他2声，接过护士的药，连找零都不要了的赶回家。可喝了药一看，我电脑呢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储藏室门开了。作家本来想随手关门，电光石火间却看到了什么，是一双旧球鞋，上面还写着名字。紧接着背后一声巨响，电脑突然从天而降，一个小孩身影一闪而过，是谁？作家追出去没找到人，气得来找管理员，可监控上啥人都没有啊。管理员好心提醒他，你楼下是空房，没人住。糟老头子，我信你个鬼！作家直奔楼下，确实没人，可门口的鞋柜却是满的。拿起来一看，跟出现在自己家的那只同名。他拿起鞋来咣咣砸门，还是无人回应。他一气之下，干脆把鞋柜里的所有鞋都扔了。这口气出得过瘾，他终于回家睡了个安稳觉。可就在他睡觉时，出事儿了。迷迷糊糊中有人在开门，偏偏这个节骨眼灯坏了。作家摸出走廊，吓了一跳，这不是白天扔的那袋球鞋吗？门口传来动静，他大着胆子趴在猫眼上，闪烁的灯光中，3个小孩背对着他，动作诡异又僵硬。是谁？到底是谁？袋子里的鞋不知什么时候散了一地，惊慌失措的作家抬头一看，天花板上掉满了一片焦尸。听完管理员的故事，画家顺着一查，居然还真有这么个作家。2年前神秘失踪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是搬走了吗？管理员没回答，自顾自地讲起第2个故事。故事的主角咱们都见过，药店的小护士。他刚搬来后，广播里在放着一个男人残忍杀害全家的新闻，护士根本没听进去。他有烦心事儿，他喜欢的人不肯离婚，总是说再等等再等等。护士心烦意乱地去上班，没错，就是作家去买头疼药被买除霉剂的小伙插队那天。店长劝护士，这种渣男赶紧分了吧。护士辩解了几声，渣男打来电话，说了几句，信号突然断了。可护士再一抬头，店长怎么从外头急匆匆进来？啥情况？下班回家，渣男来找他，原来渣男被老婆发现了。护士很开心，那正好跟他离婚呀。没想到渣男不愧是渣男，护士为了爱情一忍再忍，可没想到第2天警察找上门来，干嘛？渣男昨晚杀了全家。护士一脸蒙圈，渣男昨晚在自己家睡得跟死猪似的，怎么可能夜里杀了全家？他立刻请假回家，半路上突然想到渣男那句话，难道来之前他就已经杀了人？推门一看，还真是，地上堆着血衣，渣男正在卫生间洗澡，冲他又来一句，护士真的是个好女人，一听这话，帮他毁了证据不说，还收拾好了行李，说洗完澡咱们赶紧跑路。楼下警笛大作，可渣男还在悠哉悠哉的洗澡。护士终于爆发了，可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谁？护士凑到猫眼前，彻底愣住了，因为门外站着的是渣男。那卫生间的人是谁？渣男让他不要怕，去厨房拿了把榔头摸了过去。근데 승아야, 나 여기서 샤워하고 있는 거 아무한테도 말하지 말랬는데。护士吓坏了，周围已经变成修罗场，渣男提着锤子像看死人一样盯着他，护士浑身僵住，注意看他背后。管理员越说越离谱，画家决定还是自己亲自调查，还真让他找到一个幸存的住户。这人已经被吓破了胆，但其实我们都见过他，就是那个忽悠作家租房的中介。作家和护士出事后，他没往心里去，照常下班回家，照常跟老婆打了声招呼，一边吃饭一边八卦作家和护士的事儿。괜히 반말하고 그랬겠어? 응? 그죠?
这个人类高质量男性的老婆，居然是个玩具高质量硅胶。说话间，嘎巴一声，老婆脖子折了。中介骂了声，幸好还没过保修期，明天赶紧送回厂家修老婆。烦心事儿还不止这点儿。洗碗时，中介发现水槽堵了，这污水怎么看怎么不对劲，管道里居然捞出来一大团头发。开玩笑，家里那娘们儿掉头发吗？不掉呀。同事跟中介说，他刚知道个大秘密，原来这栋孤儿院失火后改造的公寓，最早是个邪教组织的地盘。这个组织不停有人自杀，邪乎的很。同事说再也不卖这的房了，可中介一脸不在乎，穷比鬼吓人呀。但他说这话时全然忘了自己也住在这间公寓。坏了的老婆寄出去后，厂家送他个更带劲的备用品。中介兴冲冲回家，准备大展身手。靠，水槽又有动静，居然是一双血手，是幻觉吗？中介跟新老婆喝着酒，强装镇定，可咔吧一声，水槽里到底有什么鬼？这次他看清了，是旧老婆的头。中介吓得魂飞魄散，躲进衣帽间，可好死不死停电了。一片黑暗中，中介哆哆嗦嗦摸出打火机，衣帽间里空空荡荡，可中介就是感觉有人。中介经历了什么没人知道。画家找到他时，他双手已经被齐齐斩断，还提醒画家千万不要继续追查邪教。画家逃了出来，他把这3个故事画成漫画，老板夸他，这是你这辈子最好的作品，赶紧继续画。于是画家只能继续采访管理员，管理员哈哈大笑。以前有个回国的留学生跟你一样，求知欲旺盛，你肯定也猜到了，这个学生我们也见过，没错，就是在药店插队买除霉剂的小伙。他回国后住在朋友家，吃饭时一看，哎，朋友一脸疮不说，这吃的都是啥呀？菜发霉了，肉长毛了，就连韩国之光不腐泡菜都烂成了粘液。凑合一夜，学生才发现这家里墙上、地板上、柜子上到处都霉烂了。于是跑去药店买除霉剂，里里外外这一通打扫。最难搞的是这个奇怪的人形霉菌，学生费劲清理干净，这才发现还有一道紧闭的门。他推门进去，差点被扑鼻的霉味熏晕。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朋友的全家福，照片周围爬满了黏哒哒的霉菌。学生二话不说，帮忙帮到了底。可朋友回到家后却彻底崩溃了。学生吓得连夜搬走，可还没出门，就看到地上的人形霉菌，用手一捻，霉菌仿佛有生命一般。背后一道人影闪过，学生追到卧室，擦干净的霉菌居然死而复生。这时朋友回来了，背对着学生嘀嘀咕咕，他说幸好爸爸妈妈还剩一点儿。什么意思？朋友转过身来，学生这才看清，他整张脸已经被霉菌彻底腐蚀。学生吓得连连倒退，可背后的全家福上2双霉菌触手死死缠住了他。听完故事的画家还不满意，他知道公寓闹鬼跟邪教有关。管理员终于坦白，所有的秘密都在1504，你自己去看吧。1504果然神秘，只有一部电梯能上去，可电梯里一个帽子男背对着门口。画家头皮发麻地摁下15楼，可电梯却诡异的一层一厅，门吱呀吱呀地打开后，明明没人，帽子男却冷不丁地来了声画家越来越慌，忍不住回头去看帽子男。大哥，你别这么看我行吗？不行，帽子男还是一张面无表情的笑容站在那儿，而且画家越是不敢回头，他就越是靠近。15楼终于到了，魂飞魄散的画家夺门而出，帽子男果然追了上来。画家躲进柜子里，帽子男就跟瞎了的狗似的，绕着柜子过来过去，过来过去，然后交了个闪现。可帽子男吓了画家一跳后就走了。什么情况？画家终于来到1504门口，这道门后到底有什么？诡异凄惨，房间里贴满了符咒，地上静静放着一盘录音带。画家打开一听， 나는 이곳 관리인이 아니었네. 과거에는 말이야, 나 또한 손님이었어. 原来管理员是个小偷，听说邪教组织覆灭后，头目把积攒的财富都藏在这栋楼的1504房。于是他带着帽子男来行窃，房内摆设跟现在一模一样，唯一能藏东西的只有这个壁橱。帽子男一摸满手是血，拿出手电照照，居然看到一把头发缩了进去。帽子男想跑，可管理员有了新发现，他掀开一张写满符文的裹尸布，里面居然是头目的干尸。这货企图用符咒和自投罗网的活人来实现他的精神永生，可管理员根本不信邪，掰开头目下巴，生生从喉管里扯出了一把钥匙，成功打开壁橱，里面无尽黑暗，仿佛黑洞般吞噬着周围的光线。管理员大着胆子一摸，是钱，他瞬间失去理智，疯狂往外掏钱。可帽子男却听到一阵铃铛声，
等等，刚才的干尸脚上不就系着铃铛吗？帽子男想提醒，管理员却不见了。他想跑，但一想到家中老母重病在床，急需用钱，还是冒险回了头。拿完钱，这才一路逃回车上。可一看，完蛋，钥匙在管理员身上。这时车门被突然打开，是管理员。帽子男催他赶紧拿钥匙，可管理员却问了句：“你想知道壁橱里是什么吗？”不想，一点儿都不想。可帽子男这才看到管理员的脚，毫无疑问，他已经被干尸附身。录音到此为止，上面最后一句话是：你也想知道壁橱里到底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壁橱突然打开，直接把画家吸了进去。他不断挣扎，却看见了管理员。不对，应该说是头目的附身一步步走近。团团迷雾中，这具干尸好像变了个模样。此时画家家中，一个痴迷画家新作品的学妹没忍住，偷偷打开了画家采访管理员的录音。可她越听越不对劲，听到一半，头皮就跟炸了似的。因为这盘画家采访管理员的录音中，从头到尾就只有画家一个人的声音，根本没有什么管理员。学妹吓坏了，看来管理员是鬼啊！她立刻冲到公寓想提醒画家，可推开管理员办公室。这时电影的最后一重反转出现，画家就是所谓的管理员。